大家好，我是 Alv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美国又升级了 AI 芯片的管制，把全球国家分成3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几乎没有任何的限制，可以自由的去采购这些高性能的 AI 芯片。第二个等级的国家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每年会有配额。第3个等级就会受到很严格的限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这种限制是非常正常。因为 AI 它是有非常大的军事和经济价值的产品，我们可以预见的就是这种限制，它可能未来会越来越严，所以它会释放给不是它同盟的国家的产品，它一定会有相当的代差。那其实这种管制不只是限于武器，任何有军事、政治或者是经济价值的科技都可能会有这种限制。那我们举一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技术，就是密码学。那密码学它可以保障信息的安全，或者是秘密通信，也可以做身份的认证。那这种技术也是属于有高度的军事价值，所以高级的加密产品，它不管是软件或硬件，基本上也都是会有出口管制。密钥在一定长度以上也都需要报备。你能够买得到的美国的加密的产品，它一定不是最高等级的。那就有江湖传言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就是 NSA， 它没有办法破解的密码，它就不会允许出口。那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啦。其实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是，如果买不到最新的技术，我们该怎么？如果是去追赶它，尝试去打造跟 NVIDIA GPU 去竞争的产品，这样子好不好？要追赶这个技术是有相当大的难度。NVIDIA 在 GPU 这个领域，它已经走了很长的时间了。那倒不如我们来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弯道超车？如果没有这些先进的 AI 硬件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发展这个 AI 的技术？这会不会很矛盾？其实我们目前经常提到的这个 AI 比如说像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ChatGPT 这些技术，都是需要使用到 GPU， 但是不是所有的 AI 都需要 GPU。有很多的 AI 技术它是不需要使用 GPU 的。使用 GPU 的这个技术路线，它是叫做人工神经网络，就是 ANN。ANN 所延伸出来的，像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还有大语言模型，这些都是利用大量的简单计算去累积它的知识。去年诺贝尔奖的得主辛顿一开始就是利用 ANN 去做这个图像识别，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才一下子就爆发出来。GPU 的算力不断的加强，那它所能够表现的智能也越来越强。NVIDIA GPU 的发展其实是跟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我们有很多 AI 的实现方法，当然现在也有，只是说都被这一人工神经网络锋芒盖过去了。比如说早期有一个叫做专家系统的 AI， 你可以去写很多规则去把它累积起来。像以前用人工智能语言像 Prolog 或 Lisp 去建很多不同的规则，打造一个 AI 的系统。不过专家系统这种符号化的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没有那么有效力了所以它算是早期的做法，现在是比较少人用。今天我想要聊的是，我们可以用不一样形式的 AI 来做。今天主要想要讲的是 Multi-Agent System 的这个路线，就是多代理的系统。那 Agent 现在是很热门的话题，从以前 LangChain 那种提示工程，然后去做工具、做微调，或者 RAG， 这个是2023年到24年这段时间的 AI 所做的方式。Agent 其实是一个已经年代很久的软件技术，指的是说它这个软件系统，它可以独立自主去完成一件事，我不需要人为去干预，它就可以自动去处理，或者遇到任何的状况，它会维持自己的存在，它不会因为挂机就当掉，你需要人工去按下键盘，它才会再重新启动。那这样的软件技术就好像007或者是某个特工，我派他去执行任务，那其实我不需要管他是怎么做的，他就会自己完成他该做的任务。现在很多人把 agent 翻译成智能体，我不是很喜欢智能体这个翻译啦我还是习惯称作为代理，因为 agent 本身它没有智能的概念，它只是把这个工作完成而已，这个跟实际的 AI 还差了10万8千里。那如果说你把 agent 当成 tool 当成工具的话，它就几乎是没有智能的概念。就好像很热门的这个云服务，我可能在云端会有一些 API 或者是微服务去帮我处理一些事情，
它只是回复你叫它去做的事情，并没有智能的概念在里面。那今天我要谈的是 Multi-Agent System， 它是由很多 agent 去共同决策。agent 它在这个系统里面，它不是一个单纯只是执行任务的工具，而是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 agent 去完成一件工作，去达到我想要的更好的效果。就好像我们在足球场上有教练，但是上场踢球的每一个球员，他到底该怎么样子去追这个球，怎么传球，或者是什么时候要射门，该怎么射门，这个是由这个球员他自己依当时的状况来做决定的，并不是教练去远端遥控他去完成这些工作。有一个网站推荐大家去看，叫 RoboCup， 它是做模拟机械人足球赛的一个组织，这个是Multi-Agent System 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 Agent 应该是要能够去跨电脑的，所以如果我的 Agent 框架是在一台电脑里面，那我的算力是受限于这个电脑，应该要能够把这个 System 延伸到多台电脑，而不受到单一电脑的算力的限制。我可以让很多台电脑来共同完成，我就不需要有很强大的 CPU 或者是 GPU 的集群来去完成这个事情。另外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所做的这个系统要有1+1大于1的效果。假设我现在有2个不同的大语言模型，比如说我拿千问 2.5 跟 Llama 3这2个目前比较好的开源模型来做例子，那某些工作可能适合千问来做，某些工作适合 Llama 3来做。这样子的话，我应该要有一个系统，有能力去筛选现在的这个工作该由哪一个模型来做。所以我说为什么要1+1大于1？因为原本我只有 Llama 3，那加了一个千问之后，效果应该要大于等于 Llama 3单独的效果，这样子我的系统就成功了，因为我有能力去开发出一个不受限于单一模型能力的系统。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超越这一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当越来越多的模型加入的时候，大多数的工作都能够找到最适合的模型来做，这样子的系统就是比任何单一的模型来的聪明。好，另外就是现在有很多工作流的 AI 服务，比如说我要写报告或者是完成什么计算，那我可以把工作流配置好，能不能不要人工去配置这个工作流？有一些东西我需要人去做的时候，我们要反过来去思考说，为什么这个工作还需要人来做？为什么我在这个工作流网站上去配置这个工作流，我还得要人去做？我能不能告诉他说我想要的是什么，让 AI 来帮我配置这些工作流？可是他做好我不满意怎么办？好，他可能做5种或10种不同的工作流，让人去筛选。它产生的工作流，可能你都不知道它工作流它背后的逻辑或者背后的步骤是什么，你得到的只是结果。但是经由你的筛选，经由你的评分，那这个 AI 就会知道说，它经由这个逻辑所产生的这个工作流是比较好的，那就做标注，去准备数据，然后去做模型的训练，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我训练它的方式是，它产生出来的东西我给它打分数，然后它经由我给它的分数之后，它再重新去学习我需要的是怎样子的一个工作流。那等到累积了很多人的意见之后，这个系统就会越来越聪明。他就会知道说他在做什么工作的时候，该用怎样子的逻辑才会产生最好的效果。好，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东西都跟 GPU 无关。现在我们用到 GPU 就是要产生这个大语言模型，但是刚刚我所说的这些都是我拿已有的大语言模型，我怎么样子去改善它。大家习惯性的一谈到 AI 就觉得说，我应该去训练一个大模型，去想办法拿到更多的 GPU， 然后再去做微调，去做 RAG，或者是说我要在竞技场里面去拿到高分，还有很多其他该做的东西我们没有做。我们拿网络上能够找得到的这些材料跟知识去训练大语言模型，但是他不知道你的喜好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你累积的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在这个网络上的材料里面。那我们需要是建立一个 AI 的系统，而这个系统是可以跟每一个人去做对齐，而不是单一的标准答案去做对齐。那 ChatGPT 不管它多聪明，它就是这些死的知识，而没有包含所有其他人的生活经验或者是职业经验，它就是一个标准答案在那里。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东西，这些不需要 GPU， 而且一旦做得好的话，它会比用很多 GPU 训练出来的东西更聪明更实用。那如果我有办法去让它1+1大于1的时候，我只要不断的去改进我的过程，我可以让它1+1变成1.1，
再变成1.2，再变成1.3，最后变成2、3、5，这样子不断的去进化，而不需要拿更多的 GPU， 再去拿现在已经不多的这些语料再去做训练。好，今天我就是跟大家闲聊一下这个不需要用 GPU， 我们该怎么去做 AI 的观点。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